嗨，你好，我是能杰。嗨，我小芬。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讨论的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沙劳越教育自主权的课题哦。那么其实呢，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MA63，但是你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吗？你理解它的意思吗？那么其实呢，MA63也就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呢，是在1963年由英国、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劳越所签订的一项建国契约。它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为了要保障沙巴和沙劳越在马来西亚的主权实体的地位。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还包括了是享有官方语言、宗教、海关、教育等等的自治权哦，也就是在联邦宪法当中享有特权。那么然而在50年以来呢，沙的权益却是一直以来有意无意的被遭到了忽视，或者是遭到了剥削哦。那导致沙巴和沙劳越的这个进展呢，整个发展的进度呢，其实是落后了数十年。一直到2022年大选过后，团结政府的成立，他们也积极的推动了这个 MA63政府间委员会的谈判，还有甚至是修宪的进展哦。那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沙劳越人联党妇女组主席兼沙劳越总理的政治秘书许德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好好的聊聊这一次沙劳越的教育制自主权，我们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进度到哪里了？德婉你好。Hello，你好。好，那德婉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沙劳越政府在这一些年向中央索回教育自主权的进展上面，其实这个进度是到了哪里呢？我就讲最新的进度吧。最新的进度呢，现在是所有的就是只要是沙劳越政府资助的这个工程，我们讲工程就是这种 infrastructure 学校修补啊，学校要这个装修啊什么这些 upgrade， 这些是属于进展的。那只要是沙劳越政府自己资助的、自己还钱的，那就由这就不需要通过联邦的批准，联邦教育部的批准。之前所有的这个upgrade infrastructure 方面的都需要，即使是沙劳越政府这个资助的自己还钱的，也需要到联邦政府批准了，我们才能够实行。那现在是说只要是沙劳越政府自己还钱，那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联邦，就可以由州教育部的总监或者就是本阿拉来批准。只要本阿拉教育部州的教育部本阿拉批准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做了。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说就是属于学校的活动，有时候学校的一些其他的活动也是跟就是要跟沙劳越政府申请这些资金什么的。那只要是沙劳越政府自己出钱的这个活动呢，也不需要联邦政府批准了。现在就是由沙劳越教育部，只要沙劳越政府的主任教育部能够批准，那它就可以实行。那第三个呢，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就是英语。其实英语教学不是第一天。那在沙劳越只说是属于一个继续下去的，就是说我们沙劳越可以继续的用英语来教数学，来教这个数理科学这方面都可以用英语继续的在教。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那种评估。那我们在去年就有讲说，沙劳越自己政府在要做一个小六的评估standardized exam。那我们也知道说，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小六的考试了嘛。那沙劳越政府就在去年的时候说，我们自己沙劳越要有这个 standardized exam， 小六生还是到了这个学期的结束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这个 standardized exam。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在 negotiate 的时候呢得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潜力下放，表示沙劳越政府自己可以有这个 standardized exam。然后在这个今年的4月，他们也自己在 propose 说，我们可能会用剑桥的，就是这个 Cambridge 的 standardized exam， 我们会采用这个，就比较快，不需要自己再去做考卷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权力下方的一种，就是以自己的权利来做一些评估。尤其是因为我们用双语来教数学，来教这些这些 science 的科目，所以我们要知道学生的这个学习以双语来学习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教书的老师的培训。那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又要新的考试啦，我们又要双语教课啦，所以老师的培训方面需要更多的培训。那在联邦政府资助上面呢，老师是有经过一些培训的。那我们因为这些其他的需求，
所以老师也需要更多的培训。那只要在沙约政府自己资助的、自己还钱的，那我们的这个计划也是可以自己进行，不需要通过联邦教育部的同意，可以直接进行。那这些属于的一系列的权利下放呢，现在在这个阶段，除了权利下放之外，沙拉越的这个教育部自己也跟政府在洽谈着，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让这一些所有一切我们讲 negotiate 过的，要放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每5年会换一次政府，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每几年就要换一次。那如果换了新的部长，又有新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我们讲新的 policy 新的 initiative， 那我们学生又总是会面对这些要换的东西。所以在于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已经全力下放的，我们现在在就是在这一个 process 里面呢，也包括了要把所有的这个只要是这些法律条案这些都要把它换掉。那么以后就不用再回去再谈多一次又跟联邦政府再谈的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德婉我有一个问题德婉，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关于这个小6的考试，本来联邦政府是取消的，但是现在沙拉越州政府他又让这个小6又恢复了考试，而且是要用剑桥的制度那其实联邦它原本的用意就是希望说让小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需要去背负考试的压力所以当然我们也是觉得说沙拉越如果能够拿回自己的教育自主权，可能对于整个的教育自主在沙拉越是一件好事。但是难道联邦的一些好的政策，就是比如说可能一般家长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政策，那是不是因为沙拉越的父母亲觉得说小6还是应该要考试，所以你们才把这个政策又再的恢复，让小6有考试呢？其实当去年的就是年尾的时候政府就是有 propose， 就是有这个意愿说我们小6应该要有一个评估我们有做一个 studies 啦，甚至在不只是学校，甚至在 social media 我们有做这一个 study 目前为止反应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就通过这个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可行的。了解。那德婉你刚刚也曾经有提到说沙劳越一直在主张说我们有自己的教育的方式，包括我们很早就承认了读中统考文凭嘛，让我们的读中学子可以在2026年的免费高等教育之下呢，来我们沙劳越大学，包括一些私立大学半私立大学啦，包括像 Swinburne 科技大学沙劳越分校、Curtin 大学沙劳越分校等等，有5-6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直接用行动来实践安华政府之前他提过的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这样子的理论。其实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那我们现在面对到的挑战是什么？会是师资方面吗？其实都有啦。我是会觉得说挑战方面第一，其实教育自主权本来就在我们讲的最先讲的就是马来西亚协议里面，沙拉越是有教育自主权的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去就是说去争取要改变，而是它本来就在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的这个权利，所以那个是一个。那至于资金方面要讲回，就是说其实沙拉越政府自己是没有跟人民收税的。我们我们除了收一些就是买我们 Sport Toto 啦，买 Magnum 的这个税，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石油出口的时候的出口税，这个成品出口税之外，在政府其实就是也没有跟人民收税。那人民的这个所得税我们讲的 income tax， 其实都是由联邦政府去收的嘛。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拿到差不多3到4个 billion 的这个教育的这个 allocation 回来，就是说政府还回来给我们发展教育的，差不多是在3到4个 billion 包括学校维修老师学费什么这些都在里面，所以这个是联邦政府给的。那沙拉越政府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联邦政府资助的这个3到4个 billion 的这个教育的费用。虽然我们如果是拿回所有的自主权，这一个费用还是要拿回，因为我们人民还是有还税的。那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要从联邦这边拿回来。然后呢，沙拉越再补助，所以这个资金是来于我们 extra 沙拉越政府自己在补助 education， 所以才能够说我们把它发展得更好。所以我们有 extra allocation from Sarawak government 的意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当然就是师资刚才讲过了，我们自己要有双语
然后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师资短缺的问题，所以在补助方面就是沙威政府自己也在就是说很努力的，就是negotiate，我们希望说自己能够有一天能够就是有这个 hiring power，能够由我们自己去hire 或者是就是去招聘这个老师的权利这个是其中就是我们是面对的一些德婉，挑战。那其实沙劳越政府会想要说，在未来有更多的州立的大学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呢，虽然这个让大家可以免费的来用这个上大学或者是高等教育免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良善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大学不足够的话呢，或者是说州立大学不足够的话，可能会不会对于这个计划来说也是会造成一定的阻碍。所以其实沙劳越政府有没有想要说去成立更多的州立大学？目前为止就是这5间 Swinburne University、Curtin University， Curtin 是在梅里University Technology Sarawak 是在西部，然后 ICAT 是以前我们的 Inti College， 然后还有 College 来这5间。那我们 expect 在2026年的时候，应该会有差不多25000个学生进大学，所以目前为止是在做这个准备就是师资方面啦，还有建设学校的 facility 这方面都是在积极的在 upgrade， 在准备着学生会有这25000个学生来，然后呢，一年的 budget 差不多是750个 million， 所以沙威政府也准备了差不多要花超过750个 million来给这些学生。那至于新的学校方面，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接下来有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是有一些 planning 啦，不过这个我想应该是由我们的首长或者是由我们的教育部长来宣布啦。那德婉，你提到说，就是我们提供就是免费教育给这些大学生去读我们本地大学的这件事，还有私立本地大学哦。那我想请问，现在是不是就是总理他没有公布很确切的整个 planning 到底是怎么样的？是给什么样的科系呀？是资格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 STPM 吗？SPM 吗？几科 A？ 还是要读什么样的科系？这些详细的内容你这边掌握多少了？目前为止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大学，尤其是我们讲 Curtin University、Swinburne University， 他们都是属于 Australia 的大学嘛，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在 Australia 其实是有 ranking 的，所以你要进去读，你还是需要能够进大学，你还是需要这个大学自己的入学的这个 requirement。那当然在我们沙劳越，因为我们承认读中统考，所以你不一定要 SPM 或者 STPM， 你可以用 UEC，甚至是马来文 UEC 的马来文都可以是一个 part of the requirement。所以这一方面就纯粹这个私立大学他要怎么收学生，他就怎么收。当然其中另外一个 requirement 一定是你一定要是沙劳越人，你的 IC 那边要有 K， 你才能够读免费的那个是一定要的。然后除了有 K 之外呢就是你的 requirement 纯粹属于是私立大学，它不可能因为沙威政府资助而把这个程度降低，因为他们还要maintain他们自己的这个大学的 ranking， 所以这个是没得讲的。然后呢，当然我们因为沙劳越我们的2030年的这个 strategy， 我们讲 post COVID-19 development strategy， 我们首长的这个2030年的计划，我们需要到很多科技方面的学生，所以我们 priority 一定会鼓励我们的小孩去读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edical 这一方面STEM 我们就会鼓励。另外一方面是因为Curtin 跟尤其是 Swinburne， 它的这个科目其实他们就是一个 technology university， 所以它科目它 offer 的比较多的也是属于这个technology 的嘛，所以我们以这一个方面去鼓励小孩尽量的就去那间学校。当然首长本身自己其实他抢过很多次，就是他要让我们沙劳越小孩能够读自己想读的科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地大学，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国立大学嘛，你要选的科目，你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拿到你第一个想要读的，好像你可能要读医生，或者是你可能要读 engineering， 可是你可能拿到你第5个可能是什么medical science什么这样子的。那我们首长
讲在很多场合都有讲到，他不希望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选不到自己想读的这个学位的这个情形出现。是，那除了让沙捞越的学子能够进入本地的大学，不管是私立或者是公立的大学来就读之外，是不是也有思考到说，可能有一些学子他成绩不错，那或者是他如果出国深造的话，对他个人的发展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出国有意愿出国的这个学子来说的话，沙捞越政府是否有提供类似像奖学金这样子的补助或者是帮助给这些可能家境比较清寒的学子呢？沙捞越可能金是会比较知道啊，我们有亚山沙瓦，就是沙捞越基金嘛。那在亚山沙瓦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呢，一路来都有的这个不是今年或者是去年才有的，其实亚山沙瓦是超过一个40年的这个基金，只要你能够进我们外国的 Ivy League， 我们讲的 Stanford、Cambridge、Harvard、MIT， 只要你能够进，你就免费。是免费的，就是免送你去，所以这个亚山沙瓦的这个条规还是蛮准的，只要你能够进，政府就全费资助给你，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属于带学，就是说你可能进去了外国的一些这个学校，然后呢政府只能够批准亚山沙瓦只批准你带学金，那你如果是拿到4.0，就是你的成绩很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一个奖学金，因为它会全免给你在3.75，它有一个全免75%3.5它有一个50% 的 discount， 所以它以这一个方式来还是说会资助给你，可是你成绩要好，因为我们也有经验说小孩子去了外国，本来成绩很好的，可是因为他有全免的这个亚山沙瓦的 scholarship， 他有些成绩甚至有些没有读完。就被学校停课了，就是expel 了因为没有上完课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读完了，我现在给你带学金，你读完了之后你可能会被全免，那是鼓励学生继续的去读书然后呢继续的把成绩搞得很好，到最后他其实还是一个奖学金。好，那德婉我们也知道说，总理阿邦州一直以来都有强调这个英文的重要性，包括沙捞越政府呢也把英文列为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哦，包括在我们的立法议会当中，我们都是用英文来辩论的。那甚至呢，总理也说打算成立5间的这个国际学校。种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政策，现在这个进度到哪里了？这个国际学校方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日前教育部还有我们的教育服务委员会呢，他就宣布要在8月份进行一个沙捞越特别的招聘活动，这是为了我们的国际学校来做准备吗？德婉，在于沙捞越自己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chool。目标是在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沙捞越自己的国际学校，就是沙捞越州立国际学校。那国际学校方面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会有40% 的 B40 学生，40% 的 M40 学生，然后20% 是 T20，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收学生，这样目的是说就是不一定是只要家境很好的才能够读国际学校。那目前为止，沙捞越在古晋的这个国际学校中学，这是全部都是这5间都是中学了。那目前为止，沙捞越的这个在 Putrajaya 的这个国际学校呢，已经差不多已经有2年了已经是第2年了。那在师务方面呢，是现在还在聘请校长老师什么，所以还在筹备中。所以他实行方面古晋已经开跑2年了，然后师务是正在process 在进行中，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梅里，还有我们的林杜鲁这样子。所以在所有的沙捞越大城市都要有这个沙捞越的国际学校。那在于一个这个8月份呢，我们讲1000个要招收聘请1000个老师嘛，这个不是给国际学校的，这是给我们的就是属于的这个政府学校我们目前还缺少超过100个老师，在这个中学跟小学，这些政府小学跟政府中学我都有师资短缺的人就是师资短缺的这个问题。那在于招收方面目前为止是说你们这个 applicant 他不需要
一定要有这个 teaching 的这个 diploma 或者是 degree，只要你有大学文凭，任何的科系你都可以申请。到时候呢，就以你的住在什么地方，你把它派送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就不会说有些人啊，我不想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远，不在我家附近。所以目前这一次聘请呢，我们叫做一个 special recruitment，就把当地的人派到当地的学校，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希望说我们会能够补贴，然后 solve 这个师资短缺的问题。是，德婉，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哦，就是为什么沙捞越州政府会认为英文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沙捞越的教育政策当中，不管是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或者是在文凭还有课程的安排里面，我们都在的看到啊，英文是被相当重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为什么在英文的这一个学科当中，沙捞越政府跟联邦政府走一条很不一样的路？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这个是私人自己的这个意见嘛。第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沙捞越自己的历史，沙捞越毕竟100年这个 Brooks 王朝嘛，然后之后是英殖民地，在这一段时间然后在主马来西亚的时候的，我们 MA63有讲到英文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官方语言，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是属于历史上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因为我们保持着英语。我们常常开玩笑，在沙捞越这里，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要看到议会的辩论，只有在沙捞越，整个马来西亚可能就只有在沙捞越你要听英文的辩论，你就要来沙捞越听，因为只有沙捞越我们的议会的辩论是纯粹以英文为主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讲登岸 easy 才能够用英语，就是纯粹都是英语。然后我们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很多 government link company 或者政府部门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官方的这个书信方面的这个用法，所以都是连续还是继续在用英文。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改变的话，我相信它可能需要就是一个 process 啦，可能会很久。所以毕竟是已经祖先传下来了，那么就是继续在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沙捞越自己目前的这个经济的计划走向我们走的是就是未来的氢能源经济，我们的这个投资者都是外国的我们卖出去的这个油我们卖出去的这个氢气我们卖出去的这个 gas 都是属于卖给外国的这些这个 customer。那在沙捞越要工作的话面对外国的这个 customer 是一个很长要面对的问题，甚至是这些我们说的公务员也要跟很多外国的这些 customer 交流。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对英语学得不好的话，可能这一个会对以后，尤其是以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氢气能源发展会有一些这个面对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就是断了那一个英语说 mastering English as a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capability。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我们的这个沙捞越的这个残旧学校的问题哦。教育部长呢，法蒂娜她曾经在国会报告当中报告说，沙捞越一共有1459所的学校，那其中有555所是属于残旧学校，其中还有194所的学校是需要彻底重建的。那如果德婉，你认为我们拿到了这个沙捞越教育自主权之后，沙捞越有能力来负担这一块吗？刚才我有讲过说，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联邦的这个拨款还是一定要有的，所以然后我们就由自己的资金来补助。那你看沙捞越的收入差不多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收入跟今天我们的收入已经是double， 我们之前的收入差不多是在一年是大概6个 billion 去年我们是在13.3个 billion， 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继续的。然后今年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gas distribution ordinance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收入来源，所以在这方面沙捞越政府是蛮有信心，觉得说我们是可以补助这个就是补助我们除了联邦政府的拨款走，沙捞越政府会补助这个学校维修自主权这方面的 activities 这些。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团结政府曾经呢，就是在教育拨款方面有出现一些拖延的情况哦。那总理呢，阿邦就也曾经说，希望5000万以下学校的这个工程项目能够直接交给沙捞越政府来执行、来落实。联邦呢，你只要管付钱就好了，就是拨款就好了。后来呢，你这方面的诉求有获得安华政府的正面回应吗？我不能够说是正面回应不过都在这一个 process 上面其实是蛮 positive 的。我们当然在这里感谢联邦政府跟沙捞政府的合作大家都是双赢的，因为毕竟是教育嘛，教育都是为了以后的小孩子，所以联邦政府我们也要感谢他。如果没有这种 negotiation， 没有这种权力下放，这个计划也不能够实行。那在这一方面呢，如果联邦政府在目前不能够拿出这个维修费用的时候，我们就先出，我们也有自己出的一个这个项目。然后呢，如果是在联邦政府的这个项目里面不能够出钱的时候，我们政府就先出。那这第一批呢正在进行中的啦，就是有150多店200多间维修，就是这个产校205间这样子的这个维修产校呢，差不多是1个 billion。在这1个 billion 呢，是联邦政府出的，可是因为就是我们先出，我们先把它实行，就是因为不能够等嘛，所以我们沙捞越政府就自己先出了1个 billion。在这个一个 billion 里面呢，总共有差不多，我这里有一点数据，差不多有140间产校已经就是在这个 scope 里面，就1个 billion 里面54间已经重新维修过了，就是 complete， 其他的呢正在进行中。那沙捞越政府自己呢又在出了差不多premier， 我们讲的我们的总理自己的这个 project rakyat 出了300个 million 的这个 project rakyat， 总共有10间学校，4间已经完成，还有6间还在这个 process in the middle of building。然后我们从这个 regional corridor， 我们自己的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 agency 呢，总共有160个 million， 也是自己出钱，然后差不多有58间学校正在维修中，所以这个是 ongoing。那新的 initiative 呢，沙捞越政府又宣布了另外一个100个 million 的 advance payment 给联邦政府，就是我们自己先出100个 million 维修其他的学校，然后联邦自己沙捞越自己在出了100个 million 这个 advance payment for federal government， 另外50个 million 自己再出，这个是新的，就是其一的啦。我们讲说我们的整个500间学校里面接下来还有一个150个 million。是，其实我今天听到德婉的这样子的分享，我相信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呢会蛮羡慕沙捞越的这个教育制度啊，然后就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沙捞越人啊，可能其他州属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其实德婉今天最后一道问题这个阿邦就其实他在上 Classic Job 的时候他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认为沙捞越自主权不管是在教育或者在各方面，它其实沙捞越要自己的自主权是为了要跟联邦来竞争呢，还是跟联邦来跟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来做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帮忙成长？你觉得沙捞越现在的态度比较是什么？是竞争呢，还是相辅相成？ OK，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常常在沙捞越有讲说沙捞越好的话整个马来西亚也会好，因为我们沙捞越赚钱联邦政府还是要缴税的嘛，那联邦政府我们沙捞越有高的收入，联邦政府的收入也会变高，因为毕竟大家赚钱都还要缴税，所以在这一方面是一起成长一起进步的。那通过这个 policy 大家都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只要我们走得快，我们走得好，整个国家也会跟着走得好。那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走回我们刚才最主要讲到的，就是 MA63 我们并没有诉求 MA63 以外的这个要求，我们只是跟着当时成立马来西亚的时候所讲过的这个条款用这个条款用这个 policy 在走着，用这个法案在走着的，所以那只是说我们自己有某些方面是有自主权的然后我们除了在教育，刚才你有讲到，就是还有其他方面都有这个在 MA63 里面都有一些拟定的条款，所以我们没有诉求更多，只是一起就是一起前进，一起走。因为我们在某方面，比如说能源这一方面可能会走得比较快一点
那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啊，我们是不是就走不同的道路了？其实都一样啊，现在大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在走出我们就讲的 green energy 这一方面，所以在 green energy 这一方面，我们可能讲回来，是因为我们40年前我们就已经走水力发电这个路线，所以是因为早走，所以就早进步，早走的比较快所以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的，沙捞越跟马来西亚一起前进没有要赛跑或者是谁比较好这样子。是，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沙捞越人联党妇女组的主席，也是沙捞越总理的政治秘书许德婉来到自由时事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谢谢小芬，今天她是我们在沙捞越在地的这个主持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背景的调查以及资料，然后今天的制作人其实也是小芬，谢谢二位今天来到自由时事当中，那希望下次很快有机会可以再跟二位再来畅聊关于沙捞越的种种发展，谢谢你们。谢谢德婉，谢谢能杰。那么不晓得你对于德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对于沙捞越的整个教育制度以及沙捞越政府做出的努力，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